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游戏的攻略视频了。这次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河洛工作室最新出的这个武侠 RPG 游戏啊，《古轮风云录》的一个全流程、全收集、全支线啊这样的一个视频流程攻略啊。那之所以做这个游戏呢，之前小米曾经出过一期类似评测一样的视频吧，跟大家介绍过这款游戏对我来说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啊，所以我决定为它做这样一个攻略啊。那视频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3连支持啊和创作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视频呢制作呢，除了一个全收集的一个特色之外，我还就是买了古龙先生全套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11部的这个小说的这样的一个大合集啊，然后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穿插着给大家讲一下原著的故事啊，因为你玩这个古龙全 IP 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如果你这个对古龙小说不了解的话，代入感会差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它是把这个古龙10几本小说的这个游戏这个世界观糅合在了一起啊。东一片段西一片段啊，有的时候这个割裂感会比较强。如果你看过这个原著呢，就会有更强的、更好的代入感啊。那为了补充这部分呢，小米也做了大量的功课所以还请大家多多3连支持。那废话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存档。游戏呢目前是几个难度，欢乐英雄最低啊，然后初出茅庐、身经百战啊，一代宗师。那我们就开始以这个最高难度一代宗师来挑战我们的一周目。然后这个游戏呢全程没有一句语音啊，没有配音，所以小米呢会对一些主线的部分进行一些配音啊，帮助大家提高这个视频的观感啊。但是我不是专业的配音人员啊，所以配音可能不是很好啊，望大家海涵啊。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天地无情，天地间的人却有情。人的情感与智慧代代相传，凝聚起群雄并立、爱恨交织的江湖。江湖兴之有时，衰之有时，大乱的时候本不太多。直到武林中突然传开一件惊人的消息，一本威震天下的无敌剑典就藏在衡山回雁峰巅。这消息不知从何传出，但武林群豪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谁也不肯放过这万一的机会。衡山道上每日跑死的马至少有100余匹之多。武林豪强行走于道上，只要听得有人去衡山的，便立刻拔剑。只因去衡山的少了一人，便少了一个抢夺那无敌剑典的敌手。200余人蜂拥踏上一座南方小山，展开连续19天的恶战。无论是谁，无论有多高明的武功，只要置身回雁峰上，性命便悬于生死一线。19日恶战之后，回雁峰上200高手竟只剩下了。好，我们进入游戏中的第一场战斗啊！这场战斗也算是一个传统的河洛的教学关卡，会有一个比较回忆或者是倒叙的一个结构啊，来帮我们了解故事背景，也了解这个战斗的过程。那对手呢是这个13天魔，13天魔也是源于我们古龙小说里边的这个《武林外史》这本书算是龙套的一个反面吧。然后我们的上来的这个初始人物呢，是我们的九州王沈天君。这里不得不给大家没看过古龙小说的人介绍一下，沈天君呢，作为这个武林
武林外史里边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实际上他的戏份是非常的少的，和我们本作的故事结构基本在原著中是类似的啊。他这个大侠的身份也是一出场就死掉了啊。他比较为人知的反而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是我们武林外史里边的主人公啊，男主角沈浪啊，所以他才会被大家所熟知啊。但是沈家呢，其实是一个簪缨世家，也就是说家财非常的丰厚啊。然后沈浪呢，将自己全部的家财捐给了仁义庄啊，作为这个悬赏歪魔邪道的这种花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义举吧，也因此被人们广泛的熟知。那我们玩家呢，一上来呢，先来一场教学战斗啊。那个战斗的具体内容呢，我们就不给大家细看了啊，我来给大家讲解啊。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游戏里边的人物的属性，它是有速度和移动力两种不同的属性的。速度呢，代表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回合啊，回合制的策略游戏嘛，它在每一个回合里的行动次序，它同时还影响我们每一个武功招式消耗的所谓的叫做时序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了。那每一个回合里边的时序的这个池子，我们可以认为是固定的。你的速度越快呢，你消耗的时序越少，你就可以在一个回合里出手的次数越多。那除了我们玩家自己发动招式消耗时序以外，敌人攻击我们也会产生对我们的时序的影响。当我们的这一个回合里时序的这个池子没了以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回合啊。当然，我们有一些队友，它是有一些增益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推进回合的，这我们到后边再说啊。然后呢，移动力呢是另外一种属性啊，移动力代表着我们能在这种蜂窝状的格子上走的距离啊，跟这个速度是不挂钩的啊。这是河洛的游戏跟其他游戏不太相同的地方啊。那我们的招式呢，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种输出手段，它是消耗内力的。一旦我们的内力为零了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了，我们只能呆立在原地不动休息或者是吃药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不同的招式呢，它是有不同的 CD 的啊。我们就以我们的这个沈天君为例啊，乾坤一剑它的冷却回合是0。然后我们的这个浪涛覆海冷却回合是1啊，这样呢你要穿插好搭配你的这个使用的招式，如果都是那种 CD 很高的招式，你很快就没有招式可用了啊。然后我们这一场战斗呢，它是有一个胜利条件的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隐藏的条件，我们把这个人先打完啊。那打这个敌人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战斗系统的一些其他的。绿色的是我们的气血值，也就是我们的血量啊。蓝色的是内力值，下面的这一条呢是我们这一座的一个特殊系统，叫做架势值啊。当架势值归0的时候，人物就会进入到虚弱状态。虚弱状态的人物呢，将不能再进行闪避呀、招架、反击这些操作啊。闪避、招架、反击，在我们的这个属性列表右键人物角色就可以打开它的属性列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详细数值啊。我们玩家是有一个精准，敌人也有啊，有个精准的属性，精准减去回避大于100啊，就认为是命中啊。命中了之后会判定招架和反击啊。那招架和反击是分开来判定的啊，跟你的招架几率和反击几率有关。一旦被招架了呢，可以进行招架减伤；一旦反击呢，可以就是打敌方一下，但是它是有反击距离的。比如说敌人在很远的地方打你，我们的反击距离只有1，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反击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战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战斗系统呢，还有了3种不同的这种战斗的攻击属性吧，分别是刚劲、柔劲和混元啊。这3个穿透对应的是3种不同的抵御。我们摁一下 Alt 键，可以看到我们和敌人的这个3种的属性的差异啊。可以看到它的柔的抵御是比较低的，这种抵御你就可以理解为是类似百分比减伤的这种概念啊。那所以我们只要我们的招式的前面是有一个字的啊，混或者是柔，我们拿柔劲的这种招式去打它，就可以得到增伤的这个效果啊。这是都是在战斗中需要注意的。然后这一座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呢，就是这种虚影的这种模式啊，让我们能够提前预知我们大概的一个行动啊，这样就是即便错了呢，我就右键点击，然后再右键点击啊，就可以回复到最初的状态。这个不容易操作错，还是挺不错的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我们只能来一个乾坤一剑啊，先打一下。这就被敌人招架了，招架了以后他就减伤了，减的非常的多啊。这里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就给大家细看了啊。然后呢，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争取的去打别人的架势啊，尽量让他进入到虚弱状态。进入到虚弱状态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有这个闪避呀、招架呀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只要在这个6格的这样的一个蜂窝形上的这种高亮的边儿去打它，就能就是打出破绽来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额外的会写出一个破绽2个字。假如说我们在这里打呢，就没有这个破绽的2字，只能打1214的这个伤害啊。那如果我们站在
站在这里打出破绽来，能打1308，并且这边架势的这个点儿消失了，意味着我们能够打掉它1点的架势。这个架势能打掉多少呢？跟这个角色的这个招式里边的这个下面架势伤害是有关的啊。有的这个招式架势伤害很高，虽然本体伤害不高，但是架势伤害很高。这个架势是我们整个的游戏里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玩法，一定要多注意啊，尽可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架势，以及去削弱敌方的架势，能极大程度的简化这个游戏的难度啊。我们先把这个人打掉，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游戏里边的一个隐藏的设定啊。你败了，不许添乱，立刻下山啊！这边13天魔呢，实际上我查了一下，出场的好像只有11个人啊。但理论上，按照原著小说来说，13天魔当时的这个回焰峰的一役，应该是只活了花月仙1个人。我不知道是有留后手，因为我没有通关啊，我没有打到最后的剧情我不知道是有留后手呢，还是这个设定上没有在意这些，就故意给了11个人。但以我对于河洛的了解，应该不是忘了啊，应该不是只射了11个人。刚才死了1个，这边5个，然后6、7啊，我们看一共出场多少人啊？8、9。10啊，加上刚才打死的一共11个人啊，没有花蕊仙，但是好像还少1个啊，这个就耐人寻味了，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梗的回收啊。然后呢，这边就讲到了，我们这里有个次要条件，3回合内取得胜利啊。这场胜利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追求这个3回合啊，因为3回合取得胜利可以拿到1件隐藏的装备啊，这是第1件隐藏装备的获得。之前有小伙伴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问小米啊，这游戏过程中战斗过程中能不能存游戏啊？我不能存啊，我之前没有试过，他提示我以后，我特意来试了一下，的确是不能存档啊。所以我们要求3回合，也就是说在第3回合内把他们全都打掉。这里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需要稍微的 SR 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站位不好呀，或者是敌人的这个操作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啊，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我想一下，我们第1招用什么？这一招我建议留到后面去啊，就是这个大范围的圆形的这个招式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扇形的这一招能打的最多的点在哪里啊？我们的移动距离并不是很大，先打2个人吧，先打2个人啊，然后让他们尽可能的围过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时序消耗较少，我们在这个回合还有1次出手机会啊，让他们围过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尽可能的再打1次啊，3回合内解决战斗就可以，相对来说还可以，不是特别的难，哪怕是在最高难度1代宗师，我之前稍微试了2次也成功了啊。这里就凸显出沈天君作为大侠的这个风范来了，这么多人围攻我丝毫不惧啊，一点的事儿没有，给的这个属性其实给的非常的高啊。还没轮到我吧？这个位置其实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个绿衣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圈到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啊。这样就很可能1回合带走很多人啊。但是呢，一旦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被招架了呀，或者是万一判定了这个招架，或者是其实就是招架比较伤啊。有的没打死啊，比如说在很远的地方都没打死啊，这个就比较伤。这个还好啊，这个在很近的地方都没打死。我们先去捅他一剑。剩个血瓶儿，好难受呀！来个反击行不行？漂亮，这个反击那就稳了啊，那3个回合内肯定能打得掉了啊。那我们再回去啊，我们的命中是1出的，所以肯定能打得中啊。好，这样我们就赢了啊。装什么正人君子，还不是来抢剑点的？但你真觉得这峰上只剩我们，不会再有人来了？会再有人来的，会再有人来的，你横竖也要死在这峰上！正因一定会有人来，我才必须上峰，必须揭穿那无敌剑点背后的真相。好，战斗胜利啊！这里就获得了沈天君的玉佩，攻击加10啊。然而，这场回焰峰事件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一年，凡是高手十有八九都去了回焰峰，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而上得了回焰峰的更是一个都没回来，一个都没有，便代表他们的绝学与精神也尽数失传。无论是至仁至义的百年世家，或是穷凶极恶的千人帮派，都是一夕消亡，不存不传。江湖宛如被一场大火燎尽，余下之人或者无力，或者无心，无人再唱侠道。此后10年之间，只剩小奸小恶之辈如杂草漫生，不再有武林。
就在江湖风雨飘摇10年之后，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火焰峰事件前夕失踪的剑神叶南天竟曾留下过一张藏宝图，他的失踪很可能与这场谜一般的江湖浩劫直接相关。只要找到这张藏宝图，便能找回昔年各家失传的绝学，而找到叶南天宝藏的那一个人，将习得天下一切失传的武功，再造江湖，他的江湖。多年矢志彻查回焰峰事件的任义庄，也选在此时召开英雄宴，要以手中寻获的一角藏宝图碎片与天下有志之士共商对策，却没想到在开宴前夕，这一角藏宝图被偷了啊！这里呢，其实就是把2个小说的故事进行了捏合啊。我们的叶南天其实是来自于古龙小说这个《绝代双骄》中的人物啊，《绝代双骄》里的确有这张藏宝图，但只是幕后的人啊，跟回焰峰上理论上的那个幕后人不是同一人啊。不知道在整个游戏里呢，最后的 BOSS 会做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整合啊？可能这2个都会是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反派的角色。云雾缭绕啊，我们来到了一个像是山谷一样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公陈宇。恶人谷，这一座呢，我们的河洛用了很多的这种电影视角剪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吧，希望能提高代入感啊。但是由于画面还是比较糙，所以效果有限啊。拿回叶南天的藏宝图碎片，便立刻回去。任义庄至今所做都为这一刻。任义庄至今所做都为这一刻啊，是这个冷二爷所说啊。冷二爷呢，是我们任义庄的3大管家之一啊。实际上呢，在古龙原著的小说里啊，我们的这个任义庄，他的真正的主事人是3个老人啊，这个冷大、冷二、冷三，其实是3个老人的仆人。但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武侠作品的改编啊、影视作品改编、游戏里啊，都已经把这个冷大冷二直接作为仁义庄的这个庄的庄主啊、控制人啊这样的一个话事人的身份出现了啊，省略了很多的不必要出场的角色。众弟子听令，即刻出发寻找叶南天藏宝图下落，不得有误。至于你，陈宇，奉故人遗命，本不得任用，亦不得离庄。但英雄愿在即，虽有故人一命在前，这事儿也由不得你不做了。接下来你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进恶人谷寻人是件凶险至极之事，若在过往，我只敢交给你师姐一人，但偏偏此次竟是他将藏宝图碎片带进了恶人谷。幸好你仁义庄的影子10年来从未露面，更未动手，不会有人认得你，所以我才将所有仁义庄的子弟派出，要混淆视听，让全江湖都以为仁义庄已倾尽全力，为的就是掩护你一人进入恶人谷。你一定要记得，保持低调，少滋事端，找到师姐，拿回藏宝图碎片，便立刻回来。我们的序章多情却似总无情就此开始。这次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序章啊，入谷如登天。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啊，入谷如登天，来人走这边啊，这是恶人谷的一个侧写啊。这个地方做的还是跟原著很还原的，沉沉的暮色，凄迷的云雾中，数点火光闪耀。通红如血的火烛嵌在山石间的避风处，在这阴明的穷山恶谷中映出山石上2行字：入谷如登天，来人走这边。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箭头啊，指引着啊，走这边啊，就是往这边走啊，指着条曲折蜿蜒的山路，通向4山合抱的山谷啊。那我们的目标呢，也是要前往恶人谷，我必须进入恶人谷，找到师姐啊。那我们继续向前来触发序章的一个剧情，马上就要遇到熟悉的人了。这边有一群人，有动静。哼，说什么恶人谷、风谷，只有你有法子进去。
我祁连山第一大道满天云今日就偏要进去，我倒是瞧瞧你能奈我何。这个满天云实际上是有梗的，我们后边就会看到啊，我们先按下不表。只知道他轻功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他说他要试一试走这个钢丝。哎，悠哉少年，这个例会大家想必已经认出来了，这是我们的江小鱼小鱼儿。请啊请啊，不要怪我没提醒你，这条钢索很滑，山里的风很大，走在上面随时都可能会跌下去哦。笑话，我的轻功天下第一，我会跌下去啊？所以你轻功是走钢丝的能力是吧？挺不错的啊，平衡感比较强啊。轻功怎么样不知道啊。哎，我们看着他走啊走，看不清了，看不清了。该死，哪里来的扁毛畜生，滚开滚开！掉下去了，这能活？不作死就不会死啊！满天云向来以轻功著绝啊，这个连他都过不去，我们也肯定过不去吧？哎，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各位还是好好爱惜生命，把身上最重要、最珍贵的好东西交出来吧。我要的好东西呢，就像是，我看那位朋友一副老江湖的样子，你的剑配在我身上肯定是不错的。若拿了这把剑，心情好了，说不定会说不准会愿意带你入恶人谷。这个人呢也算是有名有姓啊，叫做疾风剑诸葛雷啊。这个人身上也有挺多梗的，他出自我们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李寻欢的那个小李飞刀的那本书啊。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镖头啊，但是只是他在压镖的时候压着一个金丝甲镖的时候啊，他这个喜欢自我吹嘘啊，在这个酒馆里吹嘘自己的事迹啊，然后在压着这个金丝甲的时候被人劫了。那这个金丝甲的主顾啊要追杀他，他不得已逃了出来啊。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好人啊，就以下跪的快而著称啊。最后呢，他其实是死在李寻欢的手里的啊，咱们原著里啊。那我们看看这里边他会怎么样啊？原来是朱大哥，果然笨得像猪啊！我都说了我要那把剑，你怎么还说那是你的剑啊？放肆！我诸葛大哥乃是金狮镖局的大镖头，疾风剑诸葛雷。当年太行四虎跑来动我们保的红货，还在耀武扬威的时候，我大哥的剑就已经刺穿了他们的喉咙。不是俺赵老二吹牛啊！若论掌力之雄厚，自然是属咱们总镖头金狮子李迪。但若论剑法之快，当今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人比得上咱大哥了。你竟敢觊觎他的佩剑！那你剑真这么快的话，你还往恶人谷逃什么？有太行四虎，不过杀了4只老虎就被称作疾风剑了。那我杀过的老虎是你的好几倍啊！若不称呼我为超疾风剑，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看你小子分明是欠揍！哎，你想干什么？哇，好强啊！这个隔着这么远啊，隔山打牛啊！这难道是劈空掌？这么远的距离啊，威力致死啊！真是啊，无耻开外！哇，好邪门的功夫！你怎么出手的？简直是邪术啊！不对，你难道入山前，我曾听说恶人谷中有一位小魔星，他小年纪就能在恶人谷中称霸，连10大恶人见了他都十分头疼。哎呦，朱大哥，你的消息很灵通啊！那小魔星早已不在恶人谷中了。你难道没想过，恶人谷之所以封谷，之所以在谷口张灯结彩，点起红烛，挂起大红灯笼，那可能是因为小魔星好不容易想要离开了，他们正在庆祝，希望他再也别回来。那么你不妨动动你的小脑袋，猜猜看，这小魔星现在在哪儿呢？是你吗？既然知道了，还不赶紧，还不快乖乖把身上的宝贝献上来？我这恶人祖宗若满意了，说不定就愿意带你们入谷了。哼，竟然如此啊！秒跪啊！我这把剑虽称不上绝无仅有，却也十分罕见的珍品。若阁下看了喜欢，就请收下。至于在下损在你手里的部属，那也是他们自己有眼不识泰山，怨不得人。笑死了，跪得真快。跪的容易啊，有趣，简直是有趣极了！你这么有趣的人物，定会在江湖中长长久久、久久长长的活下去。但现在看起来，这疾风剑再快也比不过你这对疾风膝盖，又好似没什么了不起的。无聊，我不感兴趣了，不想要了，拿开你的破剑，还不赶紧滚！你们也一样，还看什么看？
你们不会真信了入股永不为奴这番傻话，当这恶人谷是自家厅堂啦？告诉你们吧，能将恶人谷当做自家厅堂自由出入的，就只有生在恶人谷长在恶人谷，如今连10大恶人都怕得不得了的万蛇之圣、万剑之尊、万王之王，打遍3山5岳南7北63省，无敌手惊天动地玉王子就是我一个人而已。你还想入股，乖乖把好东西孝敬给你祖宗我，那我难保心情一好，一脚踹你下山谷。反悔的，趁我这恶人老祖宗还没想好怎么害你们，还不赶快滚啦！哦，都吓跑了，很明显是虚张声势啊。小子，别人都逃了，只有你上前来，你难道有珍贵的好东西要献给你爷爷我？我没有珍贵的东西，但我要进入恶人谷。啊，那你是想对我动手了？我不动手。哦，不动手是害怕赢不了我，所以不动手，是从不动手。哈哈，有趣啊，有趣极了！你说你从不动手，一个从不动手的人却想要进恶人谷，嘿，你比那个什么吉什么剑、朱什么雷的还要有趣。疾风剑、诸葛雷。啊，对，你记性真好。既然你记性这么好，你应该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你说过能将恶人谷当做自家厅堂自由出入的，就只有生在恶人谷长在恶人谷，如今连10大恶人都怕得不得了的万蛇之圣、万剑之尊、万王之王，打遍3山5岳南7北63省，无敌手惊天动地玉王子，也就是你一个人而已。你的记性果然很好啊，那你一定也记得我曾经说过，若是你还想入谷，必须怎样？给你最珍贵的好东西。啊，不错，老祖宗我这辈子再古怪邪门的动手方式都看过，偏偏没看过不动手又想进恶人谷的人。所以看在你有趣的份上，你不动手，我就姑且也不动手对付你。但我说话算话，你不拿出珍贵的好东西来孝敬我，嘿嘿，我看看你想怎么进恶人谷。招惹恶人，硬闯恶人谷，非任务本意啊！我必须搜集线索，推论小魔星行事原因寻找对策。这里就介绍到了这个游戏的一个玩法，也算是古龙的小说特色啦，就是推理啊。推理的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的这个游戏中占的篇幅其实并不多啊。在前面你可能觉得密度挺高的，但后边其实没有多少啊，大概也就10来次的这样个样子吧啊。其实笔墨并不是很多。这里教了我们怎么去推理啊，其实就是收集证据那一套来玩这个线索拼接啊。但是呢，这个游戏其实做的很轻度因为这个推理它是可以这个枚举法的这个每一个都试一试就好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证据到我们的这个集思册里然后当证据收集足了，拼接好了之后呢，自然就会显现出显现出真相来了。那我们先来调查一下这边一个钢索，我们可以先查一下。钢索光滑，悬于浓雾中，山风侧吹，风势强劲，非常人可以走过。钢索虽悬于浓雾，但毫无锈蚀。光滑的钢索这边有一些猴子，有声音什么事儿呢？钢索底下聚集了群猴，群猴本四散山道，就突然群聚钢索下方不远处，他们在观察崖壁上之物。崖壁上有东西，云雾太浓，看不清猴子在看什么群聚的猴子非常的可疑我们拿到了2个线索然后这边地上有一个金叶子，一张金叶子。金叶子遗落在赵老二被击倒的位置那如果你看过原作呢，就知道这个金叶子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江小鱼我们的小鱼儿呢是源于我们古龙小说这个绝代双骄的男主角之一从小生长在恶人谷他也的确呢在这个恶人谷是算是大家都怕了他终于出得谷来，所有人也都很高兴那这个金叶子呢，就是他的养育他的人之一涂娇娇给他的这个上路盘缠算是他的特色物品之一了拿了这个金叶子，我们往前走我们继续去收集线索。先跟这个赵老二聊一下。头痛死了，俺的手好像断了。你什么人
俺是金狮镖局的赵老二，哎，好歹在这个江湖中打滚的10多年，行南走北，保了无数趟镖，也跟许多绿林黑道打过交道。但那小魔星隔空一掌，竟把俺打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这么神奇的武功，别说我没见过，简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啊！小魔星的功力如此高深莫测，有他在此，今日是别想入恶人谷了，还是快走吧。哦，你受伤了？废话，你看不出来吗？伤在哪里？俺的右手都举不起来了，搞不好是被小魔星打断了，也不知道那个小魔星用的是什么妖术啊。小魔星的功力如此高深啊，这个还是这句话啊。然后赵老二的右手断了，我们知道了这个线索啊。你知道个屁，还不快滚啊！哎，要不是有那张金叶子，俺可是……他提到了金叶子，那个金叶子刚好掉的位置呢，也就是他刚才被打的地方，应该是他从他身上掉下来的。我们再来听听这边的人的事嘛，这个白蜡烛。奇怪呀，奇怪，师傅什么奇怪的事儿？刚才那满天云是不是因为被扁毛畜生攻击，所以才跌落山谷的？从他呼喊声听起来似乎是这样，没错，这就是怪事儿啊！一般而言，鹰顺类的这个猛禽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都会先发出啼叫声警告敌人，接着才发动攻击。若是那满天云闯入了猛禽的地盘，被袭击自是不在话下。但方才你可以有借鹰厉声啊？哦，没有是啊，我虽老了，但这对神耳可还没坏。满天云若没有被猛禽攻击，那他是碰上了什么，就会从钢索上掉下来？这我就想不明白了。旁边这位小哥，你听了这么久，可知道是为何啊？我不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想不清的就别想了啊。我们又拿到了一个线索啊，然后我们再到这边调查一下这个红烛的烛台啊。金刚烛台，小魔星说过，恶人谷因他离开而封谷，在谷口张灯结彩，点起红烛，挂起大红灯笼。此地云雾缭绕，水气重，烛台锈迹斑斑啊。这边烛台锈了，但那边的钢丝锁却是光滑的。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疾风膝盖聊一下啊。今日入谷无望，我不如牙一咬，头一低，心一软，回去求个情，或许还能有几分指望，总好过不明不白死在昆仑山谷之间啊。你是什么人啊？这位朋友平时不经常在江湖中走动吧？我疾风剑诸葛雷乃是金狮镖局的大镖头，虽称不上是盖世英雄，但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一号人物。莫看我今日忍辱负重的模样啊，那是因为小魔星的武功实在太神奇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朋友，你说对吧？你为何要入谷啊？我本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不过是走镖运气差了些，却失去了一件金丝甲。本来嘛，保镖的失去红货，就算倾家荡产要把钱赔给人家，但也不至于要拿命来赔啊。谁知那货主强横霸道，竟说那金丝甲乃是无价之宝，赔钱不成，硬是要我赔命。赔命不成，赔钱不成，赔命也不成啊！我只好躲在这恶人谷来避祸了。谁知今日入谷无望，我不如一咬一牙啊，头一低，心一软，回去求情啊！你真厉害啊！赵老二和你什么关系？他是我手底下一名镖师啊，跟我一同施了这金丝甲的镖，因此也一同躲到恶人谷来避祸。这人功夫不行，但身体还是壮健的啊，能在5尺之外以掌力打飞赵老二，这种功夫简直是闻所未闻啊！赵老二有钱吗？有钱！这位朋友你真会说笑。赵老二身无分文，连喝酒都要跟掌柜赊账，就算好不容易拿到走镖的酬劳，也是转眼就花个精光啊！朋友说他有钱，那可是天大的笑话。我们这里只有拿到了一个线索啊，他其实没有钱。那这金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回去找这个小鱼儿问清楚啊，这个金叶子是什么情况？如何？若没有好东西孝敬你，我可是没法进谷的，早放弃吧。我有金叶子啊，金叶子啊！拿着金叶子当做宝贝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啊！这样的金叶子，我身上有个几十片，带在身上还嫌碍事儿。你想不想要几片啊？这是地上捡的。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竟敢把地上捡的垃圾拿给我！这掉在赵老二被击倒的位置。什么意思？所以呢？这假如是他的财物，那你想拿来借花献佛，确实恶得很。若在过去，我简直该亲自邀你入谷住下。但是现在我好不容易要走了，要我为那么点无聊的理由回去，门儿都没有。小魔星的金叶子我们又拿到了一个线索啊！我们知道这个金叶子属于小魔星啊，那我们看看赵老二怎么说呀？痛死了，俺的手断了啊！这叶子是不是你的？这是！
啊，那金叶子怎么在你身上？快还回来！哟，看起来你的右手好像没断呢。啊，哦不，我的手好痛啊！本来还没断，被你这一折腾，现在是真断了。你离我远一点，小魔星的武功太可怕了啊！我这太害怕了啊！哎，灵活的右手啊，这个金叶子我们就还给他了。那至此呢，我们就拿到了一共8个线索啊，我们就可以开始拼凑这个案件的真相了。首先不难推理的啊，首先就是这个光滑的钢索和这个锈蚀的烛台，这铁定不对劲儿啊！山道上的烛台与钢索材质相同啊，但是钢索却光滑，应该是刚放上不久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赵老二的右手断了，但是又灵活啊，这很明显有矛盾啊！哎，手没有受伤，他是假装被小魔星打伤的啊。然后呢，这边有一群猴子，还没有鹰叫声啊，这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呢？啊，这也很奇怪。这里呢就有出现了这个推论的分支啊。这个游戏里呢，不同的推论分支是会解锁不同的这个推理结局的。但是对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教学的这个推理来说，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支啊。我们解锁这个分支呢，最主要的其实是为了获得成就啊。对于游戏的主线剧情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有一点点影响啊，但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呢，我们肯定不是撞鬼啊，他肯定是作假，假装被猛禽袭击跌落山谷啊，躲在钢索下不远处，引来猴群的围观啊，这才是真相啊。然后呢，赵老二明明很穷啊，但是他为啥又有小魔星的金叶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赵老二的金叶子应该是小魔星给的。好，我们这里就推断出4个这个推论之后，就获得了一个结论啊：3人成虎，小魔星与金叶子收买赵老二，配合装伤啊。满天云也收买啊，假装坠入山谷。哎，我们这里入谷如登天，来人走错边啊。这里我们就拿到了这个真相，他不愿让人进入恶人谷，所以这不会是真的入口啊。哎，我们得知了这个真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找小魔星对峙了啊。任务就已经更新了，我们来跟他聊一下啊。如何没有好东西孝敬你？我可没法进去啊，我有你把柄。哎，把柄，你难道是想把我的把柄当做珍贵的东西献给我？不妨听听。好，我也好奇，你跟我从不相识，你就在这山道上兜转，是能找到我什么把柄啊？哎，我们这里就开始进行推理。你用金叶子收买赵老二和满天云作假，赵老二是假装受伤，你的武功并不足以隔空伤人。满天云是假装坠谷，他悬在猴子围观的崖壁下，而这条钢索在雾中的锈蚀程度太低，代表他才被你挂上不久，并不是通往恶人谷的路啊。得了吧，如果知道你看穿了，但那又怎样？喂，赵老二、满天云，你们2个反正演的也不好，现在没别人了，都过来吧。这里音乐有点起伏了。老大呀，看在金叶子的份上，你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啊？哎，你别喊我老大，你也不想想，上一个被你喊老大的是什么货色啊？就是那个诸葛雷。哎，那不同，金师诸葛雷年轻时或许还是1号人物，如今是真不行了。哎，前2天呢走那趟镖啊，就是为了陪他话当年勇，先不说红货丢在关外，命都差点赔上。若不是那货给他拱手送人，还惹上小李飞刀那样要命的家伙，我一个多年的汤子手，没功劳也有苦劳，再撑个2年便该回家含饴弄孙了，哪至于沦落来到你这恶人谷呀？嘿嘿，人说树倒猢狲散，瞧你拿别人的钱整旧时的主子可是毫不结巴手软啊！像我就不一样了，我拿钱办的本就是我自己最擅长的事儿，可从不欠任何人。哎，这里就抛梗了。哎呦，谁是不知道你被那女妖怪踹落祁连山崖？这里讲的是我们这个赵老不是啊，这个满天云的一个梗啊。这个梗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萧十一郎啊。萧十一郎的开篇第1篇第1页啊，讲的就是风四娘的侧写。风四娘一脚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祁连山的大道啊，这个满天云啊踹落了山崖啊。这里拉的是这样的一个梗啊，带着旧伤连夜逃来恶人谷的，可别说这坠落山崖侥幸生还便是你最擅长的事儿啊。哎，2个人互拆台阶。哎，我这一身纵云轻功岂容你这般笑话？好了，都别争了。背信忘主听起来很坏，有赏；侥幸生还听起来很脏，有赏。啊，给你们叶子，走吧。啊，拿着你们的叶子赶紧消失啊！哎，这2个龙套角色就下线了。
想不到这也能被你发现，那你猜我为何要这么做？为了吓跑所有人，不让人进恶人谷。哎呦，聪明聪明，你真聪明，你绝对是天下第2聪明人。但你知道谁是天下第1聪明人吗？难道是你？Bingo， 只能是我，所以你也不妨听听我的推论。你不动手，那岂非没法干坏事？这可不像是个恶人，但你却来了恶人谷，所以我原本以为你一定有别种武器，像是你所说的把柄。但你明明发现我作假，也发现我的武功不足以隔空伤人，你本可以将把柄告诉旁人，这么一来自会有旁人替你动手找我麻烦，你却选择只把它告诉了我一人，这可十分不像是恶人的作风。那么我只好做出另一个推论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或许你不是恶人，而且你想要尽可能低调地进入恶人谷。而一个人他明明不是恶人，却想要冒着危险生命危险进入恶人谷，而且还既低调又不动手，这代表着他只能是要来找人找东西，或者可能是同时找2者。你说对不对呀？你不说出入谷的路，这个把柄会成为武器。哎呦，看来你果然不是个恶人，但你也不是个善人。那么我丑话说在前头，连恶人都不见得能够在恶人谷生存，江湖正派但凡踏足，更是立时要尸骨无存。这个传闻或许你也听过，但你虽然知道他们死了，却一定不知道他们怀抱着希望过来，最后却全都死了的原因，便是他们终究会失去对自己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再顶尖的高手失去这些东西后，也就真正死了，所以我才决定在你们入谷之前就让你们先取走你们的珍贵的东西，省得浪费。我没有珍贵的东西。不错，你确实提过这件事儿，所以我现在也直接告诉你。入口其实就在这个箭头后面，绕过去就好了。入口呢就在这个指路的路牌的后面。但只要你在谷中找到了珍贵的东西，嘿嘿，我便毫不留情地将它取走。入口就在这里了。你站住，本大爷有话跟你说啊。这里呢是我们初始人物的攻击模组的选择啊，其实就是选一下我们初始的兵器啊。这段剧情有点长，也不是很重要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找茬了，跟我们打一架啊。我这里快速的跳过了，不能每个都念啊，实在是太费嗓子了啊。他说的是白晓生的兵器谱啊，他这背了一身的兵器啊，想去参加这个兵器谱的这个争斗，但是他实在是武功太差了，他拿我们当软柿子捏，要跟我们比武啊，让我们这个跟他动手啊。但这里虽然再三强调从不动手啊，实际上要求我们还是要动手。这里涉及到主角的一个回忆啊，九州王沈田军啊，在我有生之年，我会查清此事，回江湖太平。等我回来，我当然会回来。傻啦，我不会负你啊！可以看到，这他跟沈田军的关系啊，也是本系列的这个游戏的一大身世之谜了，算是啊。他说他不挑啊，这不拉不拉不拉啊，选了就要跟他打啊。这里我们就快速跳过了啊。他已经死了，说的是沈田军啊。这边呢看起来呢是一共6种可以选的兵器，但实际上你要是选长兵的话，这是河洛的一个梗啊。你选长兵啊，你不能选。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我个子矮，还没笨到给你拿长兵啊。我把这把我再去找其他人，你重选啊。我就要选长兵，我叫你重选啊。行，选不了啊。实际上我们只能选这5个啊。而我们的主角呢，他在游戏设定上是一个擅长百家兵刃的，选什么都无所谓，他只影响我们最初的一个武学的套路啊，其他的东西都不影响啊，所以我们这里就随便选了，我们就选一个剑吧。是否确定啊？确定。所以呢，这一座呢，其实我们主角的算是这种武学套路，并不是它主要的多周目玩法，因为它是所有的套路都能用的啊，它没有这个多周目的要求。我们的多周目呢，主要是看我们带不同的队友啊，因为我们的队友的数量很多，而同时能上场的数量很少啊。我们这里就选一个剑啊，然后跟他来一场算是教学战斗。这里我们之前已经拿沈田军的那场战斗给大家做了这个教学啊，这里我们就快速的跳过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主角陈宇的属性啊，这边提到了招架和反击，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然后说到了破绽和这个架势系统以及虚弱伤害巴拉巴拉巴拉
这里我们就都不说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主角陈宇啊，1级啊。然后呢，因为拿的是剑啊，所以招式就是剑的这个招式啊，剑和拳，我都试过，还行啊，差的不是很多啊。拳是有一个转圈的这样的一个燃烧的伤害，我们的这个剑是一个直刺的，范围1-2啊，这个灼烧的这样的一个地表啊，差的不太多。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基础属性啊，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琳琅童子啊，它的属性比我还低呢啊，这个打它是铁定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找一个破绽的方向啊，就打一打啊。这里教学呢告诉我们中毒了，要求我们用这个解毒药啊，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啊，中就中呗。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招式的伤害啊，差的不多啊，只差4点啊。但是我们这个是能附加燃烧地表的，然后当敌人在燃烧地表来过回合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灼烧的这样的一个debuff啊，就会减这个气血啊。这里就，而且我们把它的架势打空了啊，现在它已经时序归零了，我们就可以再次额外攻击啊，这样就很容易获得了胜利啊。升到了2级。好，习得了一个新的招式啊，拿到了第3个招式。你骗我啊！你这功夫娘胎里带的，确实是啊。然后这就等于是选择了我们的初始武功啊，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恶人谷中了。好的，来到了恶人谷口啊，是一个寻藏山村，但却是恶人谷啊。保持低调啊，探查师姐的动向，然后告诉我们可以拿行囊界面啊。我们的玩家呢，在升级的时候是不会回复血量的。我们想回血，要不就是靠在客栈休息，要不呢就是靠吃这些道具什么的啊，这个丹药啊这些来回复啊。所以维护你的生命值健康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一座的一个要点啊。其实河洛以往的这个武学其实也是。这个武侠的游戏也都是类似的啊，升级从来不回血啊。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大石碑，入谷，永不为奴啊。接下来呢就是恶人谷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啊，这部分的内容我们都留到下一期视频啊。这一期我们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小米做的不错啊，有所帮助，千万别忘了给一个3连，我们尽快来录下一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大家拜拜。